对于邵师兄等人，此刻那又惊又恐、无比后怕的反应，楚风也不予理会。他根本不在乎这些人怎么看他，因为楚风不在乎他们。这整个废竹林内，楚风在乎的只有2个人，那便是李想与小明。而眼下，楚风要做的就是替他们2个报仇。他们根本没有尊严，想践踏他们的尊严是不行了。不过他们带给你们的痛楚，你们倒是可以还回去。动手吧，他们任凭你们处置。楚风对李想与小明说道。而听得此话，其中一位金竹林的弟子意识到自己将要遭殃，二话不说，趁楚风不备，施展出遁地之法，便潜入地底之中，想要逃跑。然而那人的雕虫小技岂能瞒得过楚风？只见楚风动都未动，只是冷哼一声，磅礴的武力便自其体内汹涌而出。那武力一出，顿时光芒四射，眨眼之间便化作一条金灿灿的大手，如金色的巨蛇一般钻入地底之中，向那人逃跑的方向追赶而去。而在那大地摇晃、土壤翻滚之间，一道道惨烈的叫声也是随之传来。很快的，那金灿灿的大手变回地表之上。而此时此刻，那位逃跑的弟子也是浮现而出，正在被那武力凝聚的大手死死地握着。尽管他在分离挣扎，可却无能无力。他就像是一个幼年的小鸡，被一个成人抓在了手中一般，根本无力挣脱。相反，只要那人一用力，就可以轻易把他活活捏死。三品武王，你果然隐藏了实力。这一刻，楚风已然提升了自己的实力，这让那些金竹林的弟子大吃一惊，因为这样的修为可比他们还要厉害。他们终于知道为何楚风能够完美的压制他们了。原来楚风的实力要在他们之上。什么？他竟是3品武王吗？他竟然这么强？而听得那金竹林弟子的话后，废竹林的弟子可就更是骇然失色。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楚风会这么强。若是早知道楚风有这样的修为，他们先前岂敢对楚风说那样的话？可他们却不知道，这3品武王却并非楚风真正的修为。若是让他们知道楚风其实是位5品武王，并且掌握特殊手段以及妖孽级的战力，就连半地强者也能一战，不知他们此刻又会是何等表情。而就在众人震惊之际，楚风眼中寒芒闪烁，那金色的大手竟衍生出无数道小手，纷纷抓住了那位弟子的手臂与胳膊。随后只见那些小手开始转动，只听咔嚓咔嚓的声音以及阵阵惨叫传来之际，那位弟子的双臂与双腿便被纷纷咬断，并且被捏成了粉碎。不仅是双臂与双腿，那武力凝聚成的小手简直如同利刃一般，竟在楚风的催动下钻入了那弟子的身体，把他的颈椎以及肋骨给硬生生的扯了出来。这一刻，那位弟子浑身是血，惨叫连连，那种撕心裂肺的哀嚎声比杀猪还难听。可楚风对他却没有任何的同情，金色大手一挥，便将他狠狠地丢在了地上，随后说道：若是谁敢再逃，他便是你们的下场。看着那位弟子的惨状，剩余的34人都吓得冷汗连连，不由得倒吞了一大口唾沫，没有一人敢再升起逃跑的念头。这位师弟，伤害你废竹林弟子的不是我们，全都是他一人所为，全部都是他干的。惊恐之余，有人将手指向了那位拥有2品武王境界的金竹林弟子。你说什么？你竟敢冤枉我！听得此话，那位被指责的金竹林的弟子气得咬牙切除，怒吼一声，甚至还散发出了滔滔杀气，竟敢在这个时候出卖他，他真是恨不得活活掐死那位指责他的人。这种情况下，那位指控的弟子也是吓了一跳，但为了自保，他还是鼓足勇气说道：我只是实话实说而已，你威胁我，我也要说，没错，是他做的，全部都是他做的。这位师弟，冤有头债有主，你想讨公道，找他报仇，不要牵连我们啊！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人站出来，将所有责任都推向了那位金竹林的弟子，哪怕是金竹林的弟子也开始指责于他。在这种危难时刻，为了自保，他们宁愿出卖自己人，也不想承受那样的痛楚。李想师兄，是这样吗？真的只有他一个人对你们动手了？楚风对李想问道。他早就猜出那个金竹林弟子坑是罪魁祸首，因为他的身上有着明显的血迹，但楚风却没有想到，原来李想与小明那么惨，全是拜他一个人所赐。李想点了点头，那这样一来就好办了。这一刻，楚风的眼中闪过了一抹极其冰冷的目光，他的怒火压抑已久，如今到了释放的时候。突然，楚风出手，一把便抓住了那位弟子的头发，直接将他按到了李想与小明的身前，随意处置。楚风开口说道。然而，对于眼前这样一幕，李想与小明则是愣住了，他们不仅犹豫，脸上还有着些许惊恐。被残忍折磨过的他们，对于眼前这位凶手有着极大的恐惧，那是发自内心的惧怕。这位师弟，你也看到了，他们不敢对我如何。这样吧，反正他们现在已经痊愈了，我补偿他们一些修炼资源，这件事就这样算了吧。见李想与小明竟一脸惧怕，那名弟子竟得意地笑了起来。这一刻，楚风颇为无奈，他没想到李想与小明竟这么不争气，但最终他还是说道：你伤害的是他们，你与他们说吧。这位师兄，这位师弟，先前是我不对，都是我不好，千错万错都是我的错，你们原谅我吧。这样，我分别提供20颗五珠给你们作为补偿，你们就原谅我这次吧。那位弟子对李想与小明说道，虽然表面诚恳，但实则一点歉意都没有，完全就是在做戏。听得此话后，李想与小明显然都心动，20颗五珠，这对于他们来说可不是小数目。楚风师弟，我看他挺有诚意的，念在同门之情，不如我们就放过他这一次吧。李想对楚风说道。是啊，楚风师兄，给他一次机会吧。小明也是说道，这件事你们自己做主，
楚风恨铁不成钢地说道。李想与小明都察觉到了楚风的不高兴，但在彼此互看了一眼，暗中做了沟通后，最终还是一同对那位折磨他们的凶手说道：“那我们就原谅你这一次。好好好，我这就给你们5株。”见状，那位弟子顿时大喜，赶忙打开乾坤袋，取出了40颗5株，分别递给了李想与小明。而李想与小明也是欣然接受，甚至在接过5株的那一刻，他们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丝窃喜的笑容。这位师弟，你看，他们都同意了，现在我能离开了吗？要不然我也给你20颗5株，如何？那位弟子站起身来，笑眯眯地对楚风说着，虽然说话的语气仍有惧意，但在说这番话的时候，他的脸上却挂着一抹得意。面对这位弟子的得意，楚风则是怪异一笑。忽然之间，只见其面容转冷，单掌猛然握紧之际，一把武力凝聚而成的金色长剑便出现在了楚风手中。长剑一出，寒芒四射，只见楚风手腕转动，将那长剑便对准了那位弟子，随后猛然一刺，只听突的一声，长剑便插入了那位弟子的左肩。突然之间，长剑入体，那位弟子顿时疼得咧开大嘴，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而就在这时，只见楚风那握住长剑的手臂猛然一挥，只见一道金光闪烁，鲜血飘洒之间，那位弟子的整个左肩连着左手臂已是被楚风斩切下来，摔落在地。这突然发生的一幕把所有人都惊呆了，莫说是旁人，就连是李想与小明也是无比的吃惊。所有人都没有想到，在这位弟子给予李想和小明补偿后，楚风还会出手，并且如此狠辣。你言而无信！那位弟子强忍着疼痛对楚风斥责起来。言而无信！楚风冷冷的一笑，随后说道：他们放过你，可不代表我会放过你。我楚风的兄弟可不是你们这些杂碎想动就能动的。话罢，楚风的手中的长剑微微一抖，只见一道血花掠过之际，那位弟子的眼睛便被楚风戳瞎了一只。住手！你要多少补偿？你说个价，我给你，不要再折磨我。那位弟子慌了，他发现楚风真的是一个狠角色，这样下去他恐怕要倒大霉。为了避免受苦，竟让楚风出价，想用补偿摆平此事。我要你的命！楚风怒意不减，反而变得更浓，手中的长剑再度化作寒芒，直接刺入了那位弟子的大腿。随后，只见楚风手中的长剑在那弟子的腿中下滑，撕裂肌肉，斩断血管，劈开骨头之际，竟硬生生的将他的腿劈成了2段。住手！住手啊！我求你了，我也是受人所托，你们就算要报仇，也不应该对我，应该去找幕后元凶啊！见楚风竟真的动了杀意，那位弟子惊恐之余，竟吐出惊人的话语：受人所托，受谁所托？对于这样一幕，楚风也很意外，不由追问起来：是李晓，童竹林的李晓？那位弟子说道。李晓。听得此话，楚风一愣，因为这个名字是如此的熟悉。这一刻，楚风不由得看向了李想，而李想的脸色也很不好看，因为李想的那位天才弟弟就叫做李晓，没错，就是李想的弟弟。他对我说，李想的刑罚期已到，就要回到童竹林，可是他李晓却不想让他的哥哥回到童竹林，想让他的废物哥哥永远留在废竹林。不过碍于他2人的关系，他又不能亲自动手，所以便找到了我，让我来废了他的哥哥，让他的哥哥一直留在废竹林，做一个永远的废物。那位弟子说道。你说谎，我弟弟怎么可能害我？李想爆发了，他不容许有人污蔑他的弟弟，我有没有说谎？你可以问问他们，他们都是受李晓所托而来，他们都知道此事，尤其是这些童竹林的弟子们，你不认识他们吗？那你问他们，你仔细问问看，你弟弟李晓在童竹林是怎么说你的？他从来就没有拿你当过哥哥。那位弟子强忍着疼痛指向了童竹林的弟子们，他所说的可属实。见状，楚风也是逼问道：李想，这是真的？你仔细想想，你来到废竹林已经3年了，你弟弟可有来看过你一次？在楚风的威逼下，童竹林的弟子开口说道。而这一刻，李想沉默了。他来到废竹林3年之间，除了他主动去找弟弟外，他弟弟的确从来没有见过他，并且自从他去找他弟弟，让他弟弟帮助废竹林的弟子后，他弟弟便总是以各种理由拒绝和他见面。准确的说，他已经3年没有见过他的弟弟了。不可能，这不可能！我弟弟没有理由害我，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可哪怕如此，李想还是不愿相信这件事。李想，这是真的。当初你得罪了赵云傲，其实也是你弟弟故意设的局，是他一手把你推到废竹林这个废物之地的。童竹林的一些弟子开口说道：不会的，你们在骗我。李想不愿接受事实。李想，我们没必要骗你。其实之前我也很不理解，你的天赋没他好，他为什么要这么对你？为此，我还特意问过他，而他的回答是：你的家族有着立长不立幼的传统，所以哪怕李晓的天赋再好，修为远远高过你，但最终继承你父亲家主之位的还是你。李晓不服，才设计害你，他为的不是别的，就是想要继承你李家的家主之位。那位童竹林的弟子再度说道。听得此话，李想直接跪倒在了地上，他双眼无神，面如死灰，一句话也说不出来，绝对是受了重大的打击。这位师弟，你看，我们说的绝对是事实，一切都是李想的亲弟弟李小芷使的，冤有头债有主，有什么账你去找他算吧。这一刻，那些弟子们对楚风说道，他们都发现了楚风的可怕，想要尽快摆脱楚风，离开这里，不想像金竹林的2位弟子那样受尽折磨。就算你们说的是真的，但你们也难逃干系。不过见你们实话实说，态度还算诚恳，我便给你们一个机会。不过这废竹林被你们弄得乌烟瘴气，如同垃圾站一般，你们想安然离开，那也是不可能的。楚风笑着说道。可是他这样的笑，看得那些弟子内心一颤，不寒而栗，都觉得楚风不会轻易的放过他们，他们还是难逃一劫。这位师弟，
那你想怎么办？想要补偿是吗？我们可以给。对啊，这位师弟，你想要什么补偿？只要你说，我们都能满足你。见楚风不肯放他们离开，他们又开始想靠财力来摆平楚风。听得此话，楚风则是不屑地冷哼一声，随后只见其抓下自己腰间乾坤袋，光芒闪烁之间，金色的光芒体如瀑布一般倾洒而下，洒在了地上，金光闪闪，极为刺眼。与此同时，一股特殊的气息也是弥漫开来。定目一看，在场之人皆是目瞪口呆，随后忍不住倒吸一口凉气，因为此刻洒在地上的乃是五珠，并且数量之多，至少有几十万颗，就那样平铺在地上，淹没了在场所有人的脚踝。你们谁能拿得出比这多的补偿，我就放他安然离开。楚风说道。这一刻，那些弟子一个个面如死灰，都放弃了以补偿换得安然的想法。他们就算有些积蓄，但却从未见过这么多五珠。此时此刻，他们当真是被惊呆了，甚至可以说被楚风吓得不轻。而至于这些五珠，乃是上次白猿半帝赠给楚风的。楚风突破境界的时候耗费了大部分，但在突破之后却也剩下了不少。楚风知道这些剩下的五珠无法让他再度突破，所以便没有炼化，而是留了下来，以备不时之需。毕竟在修武者的世界，修武资源才是流通的货币，留着一些修炼资源在身上是非常必要的。拿不出补偿，就老实的留在这里，给我还债。见他们不回答，楚风说道：还债？这位师弟，你要我们如何还债？那些弟子一同问道。事到如今，他们不仅对楚风惧怕，更是敬畏的很。不仅实力强横，还能够拿出这么多五珠，这让他们觉得楚风的来历肯定非同小可，多半是某个庞然大物里的超级妖孽，是他们无法得罪的存在。把废竹林里的大便给我清理干净。对了，用手捡。楚风说道。什么？捡大便？用手？听得此话，那些弟子的脸都绿了，他们一个个的都自负的很，让他们清理大便也就算了，还让他们用手捡，这真是让他们难以接受。不愿意，那你们可以选择用嘴捡。楚风说道。不，就用手吧，就用手。听得此话，那些弟子连忙点头，他们宁愿用手，也不想用嘴。用手的话，就算传出去，也最多被人说成用手捡过大便而已。但假如用嘴捡的话，那传出去可就不是捡大便了，而是吃大便。两者对比下，这个抉择并不难，所以他们都是毫不犹豫的，便选择了用手捡大便。在此之后，楚风帮着那2名被他打残的弟子治疗了伤势。楚风之所以这样，那是要让他们与其他人一起去捡大便，并且楚风还对他们2个提出了一个特殊的要求，其他人可以用手，但他们2个必须用嘴。对于这个要求，这2位弟子真是哭笑不得。虽然免受身体上的折磨，可他们却要遭受到尊严上的羞辱。但是面对2种抉择，他们还是选择了后者。尤其是在见识到楚风眨眼之间便将他们那残缺的肉身恢复后，他们越发意识到楚风的强大，根本就不敢违抗了。在此之后，楚风在他们每个人的身体里种下了一道结界锁，那个锁是一种束缚，使得他们无法离开废竹林。若是离开，就会受尽折磨，甚至死去。唯有在废竹林内，他们才是安全的。所以在他们离开此处，在废竹林内四处寻找大便，然后捡取清理的时候，楚风也没有去看着他们，而是将地上的五珠收了起来。但是楚风却留下了2万颗五珠，并且又取出了2个乾坤袋，将2万颗五珠分成2份，装在了乾坤袋内。这落叶竹林，我们是待不下去了。过段时间，与我一同离开这落叶竹林吧。这些五珠，你们当做盘缠收着吧。楚风将2个乾坤袋分别递给了李翔与小明。楚风师兄，这实在太多了，我不能要。是啊，楚风师弟，这实在太贵重了，我不能要啊。李想与小明一同拒绝道。可尽管如此，可他们的眼中却充满了渴望，目光根本不曾离开那2个乾坤袋。其实他们很想收下，因为这对于他们来说绝对是难以想象的财富，哪怕一辈子他们都无法获得这样的财富。收下吧，我并不在乎这些五珠，我在乎的是兄弟情谊。楚风强行将2个乾坤袋塞入了他们手中。好，我们与你一同离开这里。见状，李想与小明不再推脱，收下之后一同答应了楚风先前的话，因为他们也知道这落叶竹林他们的确无法继续待下去了，否则楚风走后，那等待他们的将是无比悲催的生活。而这一刻，那些旁观的废竹林弟子们可就羡慕得不得了，恨不得想要找块墙撞死自己。他们后悔啊，后悔当初为何不像李想与小明一样与楚风交好关系，反而还羞辱楚风。若是他们能够与楚风交好关系，搞不好现在就能与李想和小明一样，获得大量的五珠，一夜暴富。不过可惜，天下间没有后悔药，事实已经发生，他们不但没有与楚风交好，反而与楚风闹得不可开交，他们注定要错过楚风这位大财主。而要怪，只能怪他们自己有眼无珠。李想师兄，他们说对了是吗？是你弟弟害的你？忽然楚风问道。李想默默地点了点头，脸上挂着难以掩饰的悲痛，被最在意的亲人背叛陷害，这实在让人难以接受，真是禽兽不如。楚风感到愤怒，虽然与李想认识也没有几天，但是李想却经常提起他的弟弟。楚风能够感受到李想不仅信任他弟弟，并且很爱他的弟弟，而他弟弟竟然这么对他，着实让人感到愤慨。楚风真的想去把李想的弟弟揪出来，让他付出一些代价，但是那毕竟是李想的亲弟弟，所以楚风还是对李想问道：要我帮你吗？算了，他毕竟是我弟弟，何况他的天赋比我好，所以我从来没想过与他争家主之位，李家还需要由他去支撑，我原谅他了。李想苦笑道：这个由你自己决定。见李想都这么说了，楚风也不再多说什么，而是说道：帮我个忙。什么忙？李想问道。离开这里后，
帮我照看小明，这孩子潜力不错，不过现在还太小，需要有人保护。楚风说道。放心吧，就算你不说，我也打算如此。我已经想好了，离开这里后不回李家了，就与小明一起浪迹天涯。李想勉强的一笑，随后对小明说道：小明，从今以后要你我相依为命了，和李想师兄在一起，定然比现在快活得多。小明也是嘿嘿一笑，随后竟站起身来，向那位少师兄走去。小明，我错了，原谅我。见小明走来，少师兄一脸歉意的说道。此时此刻，他竟已老泪纵横，看着甚是可怜。我对于你来说，根本就不是亲人，你只不过是自己孤独寂寞，有我在，你会舒服一些。但不管怎样，还是多谢你这几年的照顾，这些五铢当我是我报答你的。从今以后，你我再无瓜葛。小明从楚风给他的乾坤袋内取出了10颗五铢，丢给了少师兄，随后便头也不回的走向了楚风。对于小明此举，楚风满意的点了点头。如小明所说，这少师兄并非真的拿小明当亲人，小明小年纪便能察觉此点，并且没有优柔寡断，反而是斩断关系，这乃是明智之举。楚风师弟，我们什么时候离开？李想问道。随时可以离开，不过既然要走，总不能就这么默默的走了。虽然此行未能见到红墙前辈，但是我却想还红墙前辈一个恩情。费竹林沉默太久了，所有人都看不起这里，我要帮着红墙前辈，让这费竹林有尊严一次。楚风说道。你的意思是？李想眉头微微皱起，他意识到了一些不妙，察觉到楚风可能要做一些危险的事。我要在这落叶竹林大闹一场，而我要闹的地点便是这费竹林。楚风笑着说道。楚风来落叶竹林之前想的是低调，但是如今将要离开之时，他想的却是高调。做这样的决定并非是楚风头脑一热的结果，实际上楚风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费竹林内既然有天地奇物，这里便是处宝地，只不过却连落叶竹林的人也不知道这里是宝地，否则费竹林不会落到如今这步田地，相反应该极为昌盛才是。但是楚风却觉得落叶竹林内实际上有一个人是知道这里是宝地的，那个人便是用结界之术封锁了藏匿天地奇物岩洞，让楚风无法闯过的人。而楚风觉得那个人很可能就是他最想见的人，外人眼中的废物长老，但实际上应该是深不可测的费竹林主事人红墙。经过种种推断，楚风觉得红墙就在费竹林内，甚至楚风闯进天地奇物之岩洞的时候，他也应该有所察觉。但是哪怕楚风发现了那天地奇物，红墙却也没有对楚风不利，这说明他不想害楚风，也让楚风觉得红墙并非坏人，还是他心中的那位世外高人。这天地奇物被红墙先发现，楚风已经不想抢了，先不说他没有争抢的能力，只是出于感恩之心，楚风也不想抢了。毕竟当初在东方海域，红墙属于间接性的帮了楚风一次，对楚风有恩，但是大老远的来到这里，楚风不想连红墙的面都见不到，便就这样毫无收获的离开。所以他想逼红墙现身，而要如何逼红墙现身呢？那就要闹出一些动静，让整个落叶竹林为之轰动的大动静。而想要搞出动静，这其实很容易，以楚风的手段，很快便搞出了动静。他直接搞定一些弟子，让他们把费竹林的实际情况给传了出去。一时之间，落叶竹林沸腾了，很多人都知道费竹林内出现了一个厉害的弟子，不仅击败了钱，却也挑衅的金、银、铜、铁的弟子，还极为霸道的把他们扣留在费竹林，让他们徒手捡大便。而得知此消息的金、银、铜、铁的众位弟子们自然无法忍受这种事，所以这4座竹林不断有弟子来到费竹林挑战楚风。至于楚风也是来者不拒，纷纷以对方战书，便要留在费竹林听他安排的赌约，与那挑衅者进行对决。至于结果，那自然可想而知。所有挑战楚风的弟子，不论是来自金银这上3灵的弟子，还是来自铜铁这下3灵的弟子，全部被楚风击败，根本就没有人是楚风的对手。他们不仅被击败了，还按照赌约全部被扣在了费竹林。楚风看着顺眼的，就让他们铺铺路，修剪一下竹叶，打扫破旧的宫殿，让他们在费竹林内做光荣的清洁工人。而看着不顺眼的，就让他们与之前那些挑衅的弟子一样，直接去徒手捡大便。这一下楚风彻底火了，不仅楚风火了，费竹林也是彻底火了。不单单是弟子们纷纷赶往费竹林，就连长老们也是赶往此处，想要看看这位厉害的弟子究竟是何来头，是否如同传说中的那么神。起初他们都是带着敌意去的，尤其是那些长老们，他们的弟子被扣留捡大便，这不仅是弟子的耻辱，也是他们的耻辱。可是当亲眼目睹楚风以3品武王的修为将一个又一个比他强大的弟子击败后，不仅弟子们目瞪口呆，那些长老们更是震惊不已。到的最后，金、银、铜、铁4灵的所有厉害的弟子几乎都出马过，但却无一例外全部败给了楚风。值得一提的是，就连那位丧尽天良，为了家主之位不惜设计陷阱托付他人残害自己亲哥哥的李想也来挑战了楚风。他的修为不弱，真的不弱，比之李想不知强了多少倍。不过30几岁已是4品武王的修为，不过可惜他这点修为在其他眼中是天才，可在楚风眼中是废物。对战结果，李晓不仅被楚风玩虐，并且还当着众人面向楚风磕头，然后按照比试前的赌约去用嘴捡大便去了。换作是之前自己的亲弟弟被楚风这样整，李想绝对不同意，但是如今他却没有任何的心疼，相反还感到暗爽。尽管是亲兄弟，可是被自己的弟弟那样害过后，要说真的一点不记恨，那是不可能的。而楚风这样做实际上是正合理想之意，所以不但不责怪楚风，反而很是感激。楚风小友，来我铁竹林吧，铁竹林更适合你。
楚风小友，来我铜竹林吧！你在废竹林这种地方只会屈才。楚风小友，还是来我银竹林吧！铜竹林和铁竹林那种地方你就不要考虑了，毕竟他们只是下三灵，哪里配得上你这样的天赋？你们都给我闭嘴！你们也配邀请楚风小友？也不看看你们都是什么货色？你们容纳得了楚风小友这样的天才吗？楚风小友，别理那群老杂碎，他们老糊涂了，根本分不清状况，不明白他们不具备这个资格，还是来我金竹林吧！只要你来我金竹林，我便立刻请求主事大人，让他封你为我金竹林的第一弟子，无数资源，各种待遇，你将享之不尽。此时此刻，本是带着浓浓敌意而来的各灵长老，全都在苦口婆心地劝着楚风。在见识到楚风那举世无双的惊人天赋后，他们都抛下了成见，想要让楚风加入他们，甚至为了争抢楚风，他们彼此之间早就火药味十足，简直快要打了起来。多谢诸位的好意，不过我楚风只想在废竹林做一个安静的挂名弟子。不过可惜，不管他们提出怎样的条件，楚风都是淡然一笑，无情拒绝。楚风小友，我送你一句话，做人要知道好歹，千万不要敬酒不吃罚酒，断了自己的后路。被楚风拒绝后，自负的金竹林长老狠狠地说道：“这位长老，我也送你一句话，我吃敬酒分谁敬，罚酒我从来不吃。至于断我后路，你也配？”楚风不屑地说道：“你好，我还从未见过像你这般狂傲的弟子。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那位长老大袖一甩，便愤愤离去：“我等着你。”而楚风更是高声回应：“绝对是不留情面。”那位老者虽是金竹林的长老，可却不过8品武王的修为，并且战力寻常。他这样的修为，在楚风的面前不过是渣，根本不具备威胁楚风的资格。这楚风太屌了，竟然连金竹林的长老都敢这样打发，这家伙到底是何来头啊？敢如此不将众位长老放在眼里，绝对是大有来头啊！此刻聚集在废竹林的人可不在少数，所有人都在盯着楚风的一举一动，眼见着楚风做出了一个又一个让他们目瞪口呆、瞠目结舌的举动后，落叶竹林众位弟子从起初对楚风的憎恨，已然变成了深深的崇拜。此时此刻，他们已然忘记了楚风如何他们的同门弟子，只知道楚风非常厉害，是一位难得的天才，是同辈中的骄傲。尤其是想到楚风这般胆大妄为，天不怕地不怕，身后搞不好有着怎样的恐怖背景，所以他们不仅崇拜楚风，甚至很多人都在心里计划着要怎样接近楚风，与楚风交好关系。哪个是楚风？可就在这时，废竹林的南方突然传来一声如雷霆般的喝声。这个声音一响起，连远处的虚空都是为之一颤，竹叶飘动，鸟兽皆惊。而伴随那喝声而来的，竟是密密麻麻的身影。定目一望，竟是1000余位武王级的高手，气势汹汹，御空而来。他们之中最弱的都是3品武王，最强的乃是6品武王，并且其中有多位都拥有着逆天战力。尽管他们的战力最多只能跨越1重境界，与楚风那跨越3重境界的逆天战力相比，简直不入流。但是对于落叶竹林来说，这样的战力已是非常难得。这样的弟子在落叶竹林绝对是天才级别的存在，是采竹林的弟子，他们终于按耐不住，出动了吗？好大的阵势！看来他们真是不出手则已，出手必然要一鸣惊人啊！不愧是采竹林，看来这楚风这次是有苦头吃了。毕竟采竹林才是我落叶竹林真正的核心，几乎所有妖孽天才都在那里。采竹林在落叶竹林的地位非同小可，所以当采竹林的弟子大军袭来之后，众位围观的弟子皆是肃然起敬。哪个是楚风？靠近之后，为首的那位6品武王再度高声喝道，声音如雷，震耳欲聋。我是楚风，身形不动，却已然腾空而起，衣袍飘舞之间，洒脱而自然。听说你很是狂妄，竟敢扣留我落叶竹林的同门弟子，在你这里做苦工，甚至让他们徒手捡大便，你当真的不将我落叶竹林的律法放在眼中吗？那位弟子怒斥道，语气霸道，眼神轻蔑，就像是在斥责一个微不足道的小弟。我与他们乃是公平切磋，他们愿赌服输而已，连长老们都管不了，你也想来多管闲事？楚风说道，好一个愿赌服输！既然如此，我采竹林的弟子也与你切磋一番，你可敢应？那位弟子说道，乐意奉陪。楚风说道，那好，我听说你不仅让人徒手捡大便，还让他们用嘴吃大便，我们就赌这个。那位弟子说道，原来你很喜欢吃大便。楚风笑眯眯的道，放肆！我是要让你去吃大便。那位弟子愤怒的吼道，他不容许有人这样说他，这绝对是在践踏他的尊严，是不将他放在眼中的行为。可是他却不知道，楚风的确没有将他放在眼中，他在楚风的眼中就是一个渣渣。不错，勇气可嘉。那你们谁先来？楚风问道。我们采竹林的弟子，你随便选。那位弟子说道。楚风轻蔑一笑，随后说道，一群庸才，依我看，你们一起来吧。真是狂妄，让我来教教你，作为小辈该如何做人。听得此话，一位修为在3品武王的采竹林弟子怒了，暴喝一声，便向楚风飞掠而来，连王兵都不亮，连武技都不用，而是直接一拳对着楚风的面门砸了过来。这一拳非同小可，虽然看似简单，可他已然出了全力，力道极强，是想在无形之中将楚风重创。可就是这样一拳，楚风却是随意抬手，轻松接下，用自己的手掌将对方的拳头硬生生的给抓了下来。拳头如此无力，简直不如娘们。楚风讽刺一笑，随后手掌猛然用力，只听咔嚓一声，便将那位弟子的拳头捏成了粉碎。拳头粉碎，那位弟子顿时发出了杀猪般的惨叫，
疼的眼泪都流了出来。废物一个，这点小伤也能疼哭，滚吧，不配与我一战。而见那弟子一叫，楚风则是大袖一挥，直接将他从半空之上丢到了地上。因为冲力太大，那人竟大头朝下插入了土壤之中，只留下了一双无力的双脚，彰显着他的卑微、脆弱、无能，不堪一击。你这混账！眼见着同门弟子被楚风如此羞辱，彩竹林的弟子勃然大怒，足足几百位弟子夹带着浓烈的杀气，一同向楚风冲了过来。这就对了，早就让你们一起动手了，免得浪费我的时间。面对那迎面来的几百位身影，楚风不但不惧怕，反而在嘴角掀起了一抹笑意。那抹笑意再表达一个含义，那便是正合我意。突然，楚风脚下光芒一闪，便如同离弦之箭，向那彩竹林的弟子大军爆射而去。刹那之间，鲜血纷飞，惨叫不断，根本没有人是楚风的对手。那几百人眨眼之间便有53位从高空坠落下，身负重创，已然丧失战力，一起出手废了这个混账。见状，那位为首的彩竹林弟子下令道：杀！而彩竹林的弟子也不犹豫，纷纷亮出自己的王兵，便加入战圈，向楚风围攻而来。眨眼之间，楚风被1000余位武王包围，并且他们不是盲目的攻击，而是攻防有序，竟在施展一种磅礴大阵。1000余位武王个个手握王兵，联合施展的阵法绝对非同小可。乌云滚滚，风雷阵阵，天昏地暗之间，唯有那道道寒光以及凶猛的武技肆虐翻腾。可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不落下风，他就像是一个所向披靡的战神，赤手空拳飞掠在千军丛中，不仅对方无法伤他分毫，那些被他看中的人更是难以脱逃。此时此刻，天际之上的惨叫仍然不断，鲜血如雨一般倾洒而下。可是那惨叫却没有一声是楚风的，那鲜血也没有一滴是楚风的，受伤的唯有彩竹林的弟子。哪怕他们集结1000余人，联合布置大阵，但却仍不是楚风的对手。这就是彩竹林的弟子，落叶竹林的核心。不过如此，楚风感觉无趣，便开口羞辱：楚风，你这是在逼我！既然你如此狂妄，我便让你见识一下我们真正的实力。那位为首的弟子再度暴喝一声，随后衣袍舞动，他的战力竟在此刻攀升。最重要的是，他的双眼竟也变得空洞，一股无情的野兽气息散发而出。与此同时，又有许多修为在5品武王的彩竹林弟子开始发生了与那6品武王一样的状况。怎么回事？他们的气息怎么突然变得这么凶猛？难道说这是修炼了特殊玄功的缘故吗？对于彩竹林众位弟子的变化，众位观战的许多弟子也是一脸愕然，不明觉厉。原来你们事先在嘴中藏了禁药，在发现不妙的时候便偷偷吞服，为了对付我，你们还真是费尽心机啊。不过我想告诉你们，靠着服用禁药换来的力量可不算你们的实力。就在这时，楚风开口说道，他早就看穿了彩竹林弟子的手段。不会吧？难道真的是口中藏了禁药？还真是，这个模样不就是服用了禁药寿星丹之后的模样吗？为了战胜楚风，这堂堂1000余名彩竹林的精英弟子竟全部服用了禁药，这是否有些太过卑鄙了一点？听得楚风的话后，许多弟子都是恍然大悟，一时之间唏嘘不断。所有人都觉得彩竹林的弟子的确有些卑鄙无耻。少废话，纳命来！见自己的行为竟被揭穿，彩竹林的弟子更是恼怒无比，纷纷向楚风发动了致命的攻击。他们这哪里是简单的比试，这根本就是想要楚风的命，一群无知却又狂妄的东西。今日我就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实力。面对那四面八方形态各异却又皆是蕴含强大威力的致命攻击，楚风则是冷然一笑。突然，楚风眼眸闪烁，长发舞动，衣衫飘摆之间，一股磅礴的气息如同飓风一般以他为中心席卷开来。那气息威力极强，简直所向披靡，无坚不摧，不仅将那致命攻击纷纷瓦解，更是将那1000余名彩竹林的弟子吹得人仰马翻，无人能挡。他们一个个的不仅在半空连连翻滚，惨叫连连，就连手中的王兵也是难以握紧，纷纷脱手，早已失去了战斗之力，最终连人带兵从半空坠下，摔落在地。楚风以一敌千，却以压倒性的优势获得胜利。他原来是5品武王的修为，3品武王的他已是能与6品武王一战，那么5品武王的他岂不是连8品武王都不是他的对手？太可怕了！他如此年纪，怎会如此强大？这一刻，全场一片震惊的声音，因为楚风已然不再隐藏气息，终于施展出了自己的真实实力。5品武王，可恶！这个混账竟然隐藏了修为！摔落在地的彩竹林弟子极度的愤怒，他们现在才知道楚风是在扮猪吃老虎，他们都中计了。可就在这时，一股磅礴的威压突然从天而降，将那些刚刚站起身来的彩竹林弟子如同死狗一般全部压倒在了地上。而伴随那恐怖威压而来的同时，一道身影也是潇洒的自半空飘落而下，而那人自然便是楚风。要做什么？胜负已分，还不快快住手！难道你想杀了我们不成？彩竹林的弟子惊恐不已，他们能够感觉到楚风的威压有多恐怖，仿佛随时都能够将他们压迫得粉身碎骨。既然胜负已分，你们就应该按照赌约去用嘴捡大便。可是你们刚刚竟然想走，这算怎么回事？楚风问道。混账！我们堂堂彩竹林的弟子，岂会任凭你一个废竹林的弟子随意差遣？就是放开我们！按照身份来说，我们可要远在你之上，休要没大没小，让我们走！彩竹林的弟子向来高傲，岂能在这么多人的面前去吃大便？所以他们毫不犹豫的便拒绝了楚风的要求。看来你们是准备不认账了。这么多人都看着，
你们也真好意思出尔反尔啊！楚风讽刺地说道：“少废话，快放开我们，否则我彩竹林的长老不会轻饶了你。”那位为首的弟子竟威胁齐楚风：“你们知道与我楚风比试之后，却又不按赌约行事的下场是什么样的吗？”楚风不理会那人，而是单手握起，凝聚一把匕首，向那位为首的弟子走去。这一刻，全场鸦片无声，没人回答，但所有人都意识到楚风可能要做惊人的举动，你知道吗？终于，楚风来到了那位为首弟子的身旁，蹲下身来，将那手中的匕首放在了那弟子的嘴前，笑眯眯地问道：“你要做什么？你千万不要乱来，否则……”可那位弟子话还未说完，楚风手中的匕首已是化作寒光，将那位弟子的嘴巴连带下巴给硬生生的斩切下来。既然说话连放屁都不如，那要嘴何用？楚风说道。凄厉的惨叫宛如鬼哭狼嚎，因为整个嘴巴都没了，所以那位弟子哭喊的声音异常怪异，很是瘆人。楚风，你真是放肆！身为挂名弟子，竟敢对同门师凶下毒手，真以为我等不敢制裁于你吗？见楚风下如此毒手，一位金竹林的长老愤怒的大吼一声。这位长老正是之前邀请楚风加入金竹林，但却被楚风无情拒绝的那位。他因被楚风拒绝而怀恨在心，一直想要对付楚风。如今楚风对采竹林的天才下了毒手，他终于找到了机会。没错，这等弟子简直无法无天，不能放纵，必须严惩。与此同时，许多长老都是开始响应号召，想要对楚风不利。他们都与那位金竹林的长老一样，是被楚风拒绝后怀恨在心的人，如今找到了落井下石的机会，便想对付楚风，以泄心头之恨。愿赌服输，天经地义。我楚风并未触犯落叶竹林之律法，我倒是要看看你们凭什么动我。楚风不但不惧，反而高声反抗，态度嚣张且振振有词。就连那些想要对付楚风的长老，也是被楚风镇住，一时之间愣在原地，不敢动手了。好一个愿赌服输，那由我来与你赌上一番，可好？可就在这时，一道响亮的声音突然在天际炸响，与此同时，一道男子的身影也是虚空之上浮现而出。这是一名青年，身材高挑，足有2米，面容英俊，风度翩翩。最重要的是，他的修为很强，比楚风还要强出2品境界，乃是一位7品武王。你们快看，那是采竹林的最强弟子江无疑。真是想不到，竟然连他也来了，这下可真有热闹看了。这楚风就算再强，也不可能是江无疑的对手吧？江无疑可是击败过9品武王的存在，武王境内几乎天下无敌。见到这位，众位弟子沸腾了，男弟子面露敬畏，女弟子更是眼冒桃心，纷纷表露出了敬意与爱意。因为这位青年绝对是在落叶竹林能够呼风唤雨的风云人物，落叶竹林第一弟子江无疑。你也想与我赌？你是想吃大便，还是想捡大便？楚风笑眯眯的道：“我要赌你的命。”江无疑开口说话，冰冷无情，宛如自己就是君临天下的君王一般。而在他眼中，楚风就是一个卑微的平民。赌命？你当真？楚风感到诧异，不敢直说。江无疑的语气霸道至极，完全不将楚风放在眼里。并非不敢，只是你我无冤无仇，若是我杀了你，怕是你采竹林的长老会不答应啊？楚风笑着说道：“这是采竹林主事长老亲自批下的生死状，你我只要签下，是生是死便各凭本事，谁都不会管。”那江无疑也不废话，取出一个卷轴，便直接丢向了楚风。楚风接过卷轴，打开一看，这果然是一个生死状。好，既然你执意要取我性命，我就给你这个机会。不过我的命可不是那么好取的，你最好做出付出代价的准备。楚风话罢之后，便在那生死状上按下了自己的手印，已做好了与这江无疑进行生死战的准备。虽说这江无疑是落叶竹林的第一弟子，身在7品武王境界，拥有跨越2品境界的逆天战力，可楚风依然不将他放在眼里。这江无疑最多只能胜过9品武王而已，半地境的强者他根本无法战胜，所以这江无疑比之青木山的白云霄相差太多，连白云霄都不是楚风的对手，他又怎么可能威胁得到楚风？好，既然应战，那你就给我内命来。见楚风签下生死状，那江无疑也不废话，武力涌动，便一掌轰出。刹那之间，阴雷阵阵，风起云涌，在那滚滚乌云翻滚之际，竟化作了一道黑压压的大手，自天际之上拍落而下，仿佛天塌了一般，对准楚风压迫而来。威势不错，不知威力如何。面对那滚滚而来从天而降的乌云大手，楚风则是原地不动，面色不改，反而在其嘴角挂着一抹期待的微笑。怎么回事？那楚风怎么不躲？依我看，是知道不是无疑的对手，所以已然放弃了吧？见楚风不闪不躲，那些恨不得楚风死的长老们都是冷笑连连，觉得楚风的狂妄终于遭到了报应，被江无疑的恐怖攻势给吓傻了。而就在这时，那大手已是轰然落下，乌云四散，涟漪滚滚，那等威势简直是惊为天人。这一刻，落叶竹林的弟子赶忙退后，纷纷逃避，而长老们则是合力出手，挡下这能量涟漪，避免伤及旁人。好强，这样的攻势，楚风竟然没有躲开，看来他已是必死无疑。眼见着那凶猛的涟漪把虚空都给撕成了粉碎，觉得躲过一劫的弟子们都是不断擦拭冷汗，觉得楚风是凶多吉少，甚至必死无疑。你们快看，那是什么？可忽然之间，有人惊呼一声，指着那翻腾的涟漪中心大喊起来：“那是！”而很快的，所有人都是面容大变，他们已经注意到，在先前楚风所站立的地方，竟然闪烁出了道道雷光，而那雷光的形态，隐约之间竟构成了一个人形。就在这时，雷光翻腾，涟漪退散，身披雷霆铠甲，
背负雷霆羽翼的楚风也终于是浮现在了楚风的面前。那是楚风，怎么回事？他的修为怎么提升到了7品武王？见到楚风，莫说弟子，就连众位长老也是吓出了一身冷汗。他们无论如何也想不到楚风会隐藏得这么深，实力已经提升到了与江无疑同样的地步。看来我真是小看了你。这一刻，哪怕是江无疑的眉头也是微微皱起，他看向楚风的目光也终于从不屑转变成了重视。他已经意识到楚风并非他想的那么弱，他也不能再有所大意。你先前的攻势乃是人尽武技，威力极强，杀意极盛，看来你真的是想杀了我。这样一来，我也就没必要手下留情了。你的命我要定了。楚风语气平静，可却字字如雷，散发着浓烈的杀意。不管你使用了怎样的手段，如今的你也不过与我一样，同是7品武王而已。就凭这样的你，也想杀我？你真是大言不惭！见楚风口吐狂言，江无疑愤怒地咆哮起来。与此同时，他体内玄功运转，周遭的空气也是开始扭曲变化，甚至被其强大的气息震得粉碎。这一刻，他的气息再度提升，战力也是提升了不少。他也施展出了自己的全力。可哪怕如此，楚风却也是面色不改，只是轻声一哼。忽然之间，只见楚风身形一纵，一道雷光便爆射而出，对着那江无疑便飞掠而来。来啊，我倒想看看你究竟有何本事！见楚风攻来，江无疑手腕翻转，一把银光闪闪的长剑便握于了手中。那是一把极品王兵，他真的是做好了与楚风一决生死的准备。可忽然之间，那掠至半空的雷电光芒一闪，楚风竟消失不见。这一幕，在场的所有人都是脸色一变，哪怕那江无疑也是如此。他们都不知道楚风究竟去了哪里。可就在这时，那江无疑突然发出一声惨叫，定目一看，所有人都是神情大变。此时此刻，江无疑的胸前雷光闪烁，鲜血流出，他的胸口已被洞穿，而洞穿他胸口的并非什么厉害的兵器，而是一只夹带道道雷霆的手臂，而那手臂正是楚风的。眼下，楚风就站在江无疑的身后，凭借自己的手臂自后向前洞穿了江无疑的身体。你想怎么死？楚风冷冷地问道。混账，我要宰了你！自己的胸口被洞穿，使得江无疑暴怒无比。肉体上的疼痛对于他来说也许不算什么，但是当着这么多人的面，自己被击伤，他这位落叶竹林的堂堂第一弟子可谓是丢尽了脸面。他必须夺回自己的脸面，而夺回自己脸面的办法便只有一个，那便是反败为胜，宰了楚风。想到此处，他忍住被洞穿胸口之痛，丢掉手中的王兵大剑，凭意念催动那王兵大剑，调转方向，寒芒四射之间，向楚风的咽喉刺了过去。这是要斩断楚风的头颅。可是就在他那王兵大剑将要刺中楚风之际，楚风却做出了一个惊人的举动。只见楚风探出另一只手掌，微微一握，便将他那王兵大剑握在了手中，硬生生地抓了下来。原来你是想死在自己的王兵之下，那我成全你。楚风淡然一笑，随后抓住那王兵大剑，猛然翻转，只听噗的一声，便将那把王兵大剑刺入了江无疑的丹田之中。丹田被破，江无疑顿时傻了眼，惊慌之余发出既悲愤又凄厉的惨叫。楚风，快住手！你切莫真的对江无疑下杀手！混账东西，你知道江无疑是谁吗？他可是采竹林当家长老，江长老的亲孙子。你一个区废竹林的挂名弟子，若敢动他，我整个落叶竹林都不会放过你。与此同时，在场的众位长老也是吓得不轻，开口呵斥楚风的同时，竟然开始纷纷抬出江无疑身后的背景，压迫楚风。怎么打不过我，便要拿出身世来压迫我吗？你们落叶竹林的这些长老还能要点脸吗？楚风冷笑着说道。楚风，敢动我孙儿，老夫今日必然将你碎尸万段采竹林！突然一声怒喝响起，与此同时，一股强大的威压也是席卷而来。定目观望，数道身影密密麻麻的飞掠而来，那是采竹林的人，只不过却不是弟子，而是采竹林的长老。这些长老修为非同小可，大部分都是半地境，尤其为首的那位修为更是深不可测，是江无疑的爷爷江长老。这下楚风死定了。江长老对江无疑宠爱有加，溺爱不已，如今江无疑的丹田竟被楚风扎破，修为要废，他是绝对不会放过楚风的。这位老者出现后，人群之中传来惊呼连连，甚至很多人都替楚风捏了一把冷汗，因为这位为首的采竹林长老正是江无疑的亲爷爷江辰山。爷爷，就我而见自己的爷爷前来，江无疑也终于不再忍耐，发出了一声凄厉的呼救。你就是江无疑的爷爷？至于楚风，则是面带微笑，明知故问的说道。你这畜生！见楚风不但不怕自己，反而明知故问，而在看自己孙子的修为还正在急速流逝。江辰山气得咬牙切齿，一声怒吼，便想要对楚风动手。别乱动，小心你孙子的命！可就在这时，楚风则是猛然拔出了穿透江无疑胸口的手掌，使得江无疑的惨叫再度变得惨烈起来。你想怎样？见状，那江辰山也不敢再轻举妄动，而是开口问道。不怎样，就是想让你们看样东西。楚风冷然一笑，随后便将那只手摸向自己怀中，随后竟然拿出了那个生死状，并且当着众人的面打开。你们给我睁开狗眼看清楚，这是江无疑与我签下的生死状。正所谓愿赌服输，不管他有没有这个本事，但既然签下了这生死状，就要为自己的所作所为付出代价。今日我不管这江无疑是谁的孙子，就算他的爷爷是天王老子，他的性命我也必取无疑。话到此处，楚风便握紧那插在江无疑丹田上的王兵大剑，
随后只见其猛然用力，只见一道血光笔直的闪过，那江无疑便被楚风劈成了2半。看着那化作2段的肉身，看着那倾洒下的鲜血，所有人都被惊呆了，尤其是弟子们，当真是目瞪口呆，如同石化了一般。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楚风真的敢杀江无疑，更没有人想到楚风不仅杀了江无疑，并且还当着江无疑亲爷爷的面把江无疑给劈成了2半。你亲眼目睹自己的孙子被人劈成2半，无情斩杀，江辰山愣在了原地，气得浑身瑟瑟发抖，连话都说不出来了，显然是受了重大的打击，杀了这个畜生。而就在这时，彩竹林的长老大军之中，有人发出一声暴喝。与此同时，彩竹林的众位长老除了江辰山之外，便一同出手，向楚风围攻而去，杀了楚风，替江无疑报仇。见状，金竹林、银竹林、铜竹林、铁竹林那些憎恨楚风的长老们，也是趁机使坏，加入了围攻楚风的大军，纷纷向楚风发动了致命的攻击。想杀我楚风，也要看你们有没有这个本事。而面对那自四面八方围攻而来的苍老身影，楚风则是冷哼一声，随后手腕翻转，风魔大剑便握于手中，脚下步伐变化，人尽幻光诀也是被其施展。顷刻之间，楚风速度如光，胜过奔雷，不仅躲过了众位长老的攻击，更是能够在众位长老那如同天罗地网一般的封锁下自由穿梭。莫说金银铜铁4灵的武王长老，就连采竹林的半地级长老也是抓不到楚风，太厉害了！这楚风竟连半地强者都抓不到他到底是什么人啊？怎么会如此可怕？眼见着楚风以寡敌众，但却并未逃脱，反而凭借巧妙的身法武技，如同耍猴一般，在半空之上将落叶竹林的众位长老耍得团团转。楚风，你这个畜生，老夫非要扒了你的皮，抽了你的筋，先将你千刀万剐，再将你碎尸万段。可就在这时，那江辰山突然怒吼一声，与此同时，他大袖一挥，一股磅礴的武力已是席卷而出，向楚风压迫而去。他终于出手了，而他这一出手更是非同小可。楚风无法推测出江辰山是何等修为，但是他却能够确定自己绝非这江辰山的对手。然而，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楚风这次真的是要大难临头之际，江辰山的攻击竟忽然爆炸开来，并且又在瞬间烟消云散，就如同他的从未出现过一般。而就在所有人都在吃惊到底发生什么的时候，一道老者的身影却出现在了楚风的身前。我倒要看看今日是谁敢动我废竹林的弟子。一下身穿布衣，朴素至极，头发斑白，却又穿戴整齐，满面皱纹，面相和善。可是此时此刻，在那苍老的双眼之中，却散发着一抹少有人敌的霸道之气。他就是站在楚风身前，替楚风挡下江辰山那致命攻击的老者。这位老者的出现，使得在场之人皆是大吃一惊，因为他的出现可谓无声无息，就仿佛凭空而现的一般，超乎了所有人的意料之外。是红强，是废竹林的废物主事红强。忽然，一位认得这位老者的人开口了，而他这一开口，更是引得现场掀起了一阵轩然大波。很多人都没有想到，这位强大的老者会是废竹林的主事人。不过，相比于他人，此刻的楚风可就是为之狂喜，因为他的计划成功了。在他这样大闹一番之后，他果然将红强给逼了出来。不过他最为欢喜的是，红强真的帮了他，在他有性命之危的时候出手帮了他。这说明红强还是很在乎他的，哪怕他们只有一面之缘，并且还并非真正的相见，但红强依然肯为楚风出头。你给我让开！此子杀了我孙儿，我今日必将其碎尸万段！江辰山愤怒地吼道。孙子被杀，他早已暴跳如雷，就算是真正的高手，他也绝不罢休，就更莫说是他根本不放在眼中的废竹林主事人了。所以此时此刻，他的态度非常的嚣张，与红强说话的语气根本不像是在对一位主事人说话，反而像是在呵斥一个小弟。那江无疑与我林弟子签下了生死状，他技不如人，死也活该。要怪就只能怪他没这个本事。而你身为采竹林的当家长老，竟然连这点事理都不明白，还胆敢当众行凶，对我林弟子不利，实在是败坏了我落叶竹林的名声。红强开口说道。我他妈让你给我让开！江辰山真的怒了，他懒得再与红强废话，而是再度怒吼一声，甚至爆出了粗口。可就在这时，只见红强长老大袖一挥，一道响亮的耳光便落在了江辰山的脸上。二人虽相隔甚远，可是红强的这记耳光却打得非常之重，使得那江辰山在半空之上身子一歪，险些没有从半空摔下去，摸着自己那炙热的脸颊。再看红强那甩耳光的动作，江辰山脸色大变，眼中充满了难以置信之色。他无论如何也想不到，这个他眼中的废物会打中自己。可就在这时，红强长老再度大袖一挥，一道响亮的耳光便扇在了江辰山的另一边的脸颊，并且这一记耳光比先前更重，使得江辰山在半空之上移动了数步。你这老杂碎，我要生撕了你！当着众人的面，连着被掌了2个耳光，江辰山实在是忍无可忍，他一声怒吼，天地皆动，就连他周遭的空间都如同镜面一般被震得粉碎，要对红强发动致命的进攻。可是就在江辰山准备对红强发动进攻之时，只见红强随意一掌轰出，只听得一声巨响，一道凶猛的能量涟漪便在江辰山的身前爆炸而散，速度之快，威力之猛，直接将他轰飞开来。随后又从半空坠落而下，落在地上的江辰山挣扎了好一会，才站起身来，指着半空之上的红强说道：老杂碎，我非要把你！然而江辰山还未将话说完，便一口老血喷洒而出，随后晃了3晃，终于双腿一软，
趴在了地上。他不仅身负重伤，无力再战，并且此刻已然昏死了过去。这真的是废竹林的主事吗？他怎会如此之强？眼睁睁地看着堂堂采竹林的一位当家长老被红强打得昏死过去，在场的所有人都是忍不住倒吸了一口凉气。要知道，这江辰山在采竹林内的众位当家长老之中，也是极强的存在，在整个落叶竹林都有着不俗的名声，甚至就连金银铜铁的主事长老也要给他几分薄面，是落叶竹林1号真正的大人物。可是就是这样的存在，竟被红强一掌打昏，这实在是超乎人们的想象。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他们都没有想到这废竹林的主事人竟然会恐怖如斯，这也实在是太强大了，强大到整个落叶竹林怕也没有几人能与他对抗。这样的结果让围观之人难以接受，纷纷感觉不寒而栗，为之恐惧，觉得势头不对。那些先前针对楚风的长老们皆是意识到了不妙，赶忙默默转身，想要偷偷离去，生怕红强对他们出手。毕竟红强连江辰山这样的大人物都敢打，又何况他们这些人。然而就在许多人准备偷偷脱逃之际，只见红强眼中寒芒一闪，一股磅礴的威压便从天而降，将那些先前攻击楚风的长老们全部从半空之上压迫到了在地上，如同死狗一般趴在那里，除了发出惨烈的哀嚎，他们什么都做不了。忽然红强收起了那凶猛的威压，指着那些趴在地上的长老说道：“全都给我跪着！”见状，那些长老没有人敢反抗，更没有人敢再逃离，而是纷纷爬起身来，跪在了地上。我说，除了我废竹林之外的人，全都给我跪着！红强再度怒喝一声，声音胜过惊雷，威势惊天动地，连天空都是剧烈的颤动，仿佛将要塌陷一般。这种情况之下，哪里还有人敢犹豫？除了废竹林之外的人，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全都纷纷跪倒了地上，连头都不敢抬一下。事到如今，他们都见识到了红强有多强大，没有人敢得罪红强分毫。你去把你们的主事人给我叫来，否则他们就要在这里跪到死。在所有人都跪下后，红强分别指向了彩、金、银、铜、铁5座竹林的一位长老，说道。见状，那被选中的长老赶忙腾空而起，以那颤抖的身躯逃离而去。他们不仅是去通风报信，他们更想尽快的离开这个是非之地。彩竹林、金竹林、银竹林、铜竹林、铁竹林、废竹林，这6林是落叶竹林的全部，是这6座竹林组成了美丽的落叶竹林。而各个竹林的主事人，那是什么样的角色？他们不仅实力强大，更是落叶竹林内除了掌教外最位高权重的存在。不过有一座竹林除外，那便是废竹林的主事人。莫说是其他几座竹林的主事人看不起废竹林的主事人，就连当家长老，甚至普通长老和弟子，也同样看不起废竹林的主事人。在他们的印象中，废竹林就是一片废物之地，那里的人连猪狗都不如，而废竹林的主事人，那便是废物中的废物。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导致当金银铜铁4林的主事得知自家的长老和弟子被红强扣留在了废竹林，并且让他们去赎人后，是又惊讶又愤怒。一个废物中的废物也敢挑衅于他们，真是活腻了。这是4位主事人相同的想法，所以他们也不多想，得知消息后便立刻赶往废竹林，想要替自家的长老与弟子讨回个公道，同时也好好教教红强该怎么做人。至于采竹林的主事人更是狂妄，他根本就不屑教训红强，而是随随便便的派出了3位当家长老做代表，便前往了废竹林。可是尽管气势汹汹，但当他们真的抵达废竹林，见到废竹林所发生的一幕后，哪怕是这几位落叶竹林最有头有脸的大人物，也都被惊呆了。此时此刻，红强以及楚风站在半空之上，而在他们的下方密密麻麻的尽是人影。这些人有铁竹林的，有铜竹林的，有银竹林和金竹林的，自然也有采竹林的。可是眼下，不管他们来自哪里，不管他们是何身份，都如同犯下了滔天大罪一般，满是恐惧的跪在地上。仔细一看，那人群的缝隙之中，还有一道昏死过去的老者身影，趴在血泊之中。定目一看，4位主事人也是不由得倒吸了一口凉气，因为他们能够认得出来，那位乃是采竹林的一位当家长老江辰山。江辰山竟然真的败了，这红强竟这么强。事到如今，金银铜铁的4位主事人早已是目瞪口呆。那江辰山是何等人物，他们最为清楚。虽然只是采竹林的一位当家长老，但是真正的实力可要胜过铁竹林与铜竹林的主事人，甚至不弱于银竹林的主事人。唯有金竹林的主事人才能与他比肩。如今江辰山败得如此之惨，这叫金银铜铁4位主事哪里还敢挑战红强？事到如今，他们都意识到，这往日里什么事情都不管的废竹林主事人红强，原来上是一个深藏不露的狠角色。红强，你真是胆大包天，竟敢无缘无故伤我采竹林的江长老，你是活腻了不成？可就在4位主事都不敢说什么的时候，采竹林的3位当家长老却突然愤怒地怒吼起来。他们虽然只是当家长老，可实力却非常之强，甚至比4座竹林的主事人还强。再加上他们采竹林是落叶竹林的核心，所以他们相当的霸道，根本不将其他竹林的人放在眼里。所以当4位主事人决定吃下这个哑巴亏的时候，他们却不愿意。可就在这时，只见红强目光一闪，一股凶猛的威压便在无形之间自其体内横扫开来。一切来得太快，人们几乎没有反应过来的时候，那3位采竹林的当家长老便噗噗噗地狂喷出一大口鲜血，随后便如同断线的风筝一般自空中坠落而下，
摔落在了地上。身为小小的当家长老，竟也敢这样与我说话。洪强冷冷地说道。见到这一幕，那金银铜铁的4位主事人皆是再度倒吸一口凉气。假如说先前他们对洪强的实力还有所怀疑，那么现在他们对洪强的实力已然深信无疑。他们知道他们不是洪强的对手，这位废竹林的主事人真的是一位高手，所以此时此刻哪怕是他们也不敢大意，没有人敢对洪强叫嚣，更没人敢对洪强不敬，反而是满面笑意，很是和气的对洪强说道。洪强兄，不知发生了何事，为何叫我们过来？倒是没什么大事，只是有一件事想告诉你们。洪强说道。洪强兄弟，咱们谁跟谁不要见外，有事你就讲，我们绝对帮忙。几位主事人一同说道。告诉你们的长老与弟子，我废竹林不是他们想来就来，想走就走的地方，日后非我废竹林之弟子，若是再敢踏入我废竹林半步，我可就不是让他们跪着这么简单了。洪强语气平淡，可却暗藏杀机。这是自然，这是自然。而那些主事人也是笑着迎合，连连点头，没人敢说别的，除了采竹林与我废竹林的弟子，都滚吧。洪强大袖一挥，冷冷地说道。这句话不仅是对那些长老和弟子说的，似乎也在对那4位主事人而说。听的这句话，那4位主事人的脸都绿了，可他们却不敢多说什么，而是对自己的门下的长老和弟子愤怒地喝道。没听到洪强主事的话吗？还不快滚！一时之间，这热闹非凡的废竹林内人影纷飞，无论是长老还是弟子，皆在慌忙逃窜。洪兄，若是无事，那我们也就告辞了。在门下之人皆是离开后，4位主事人则是客气地对洪强打了声招呼后，便匆匆离去。这一刻，除了废竹林的人外，便只剩下了采竹林的长老与弟子。只不过与废竹林之人不同的是，采竹林的人全部跪在地上。既然你们的主事人不愿意来带你们走，那你们就一直跪着吧，跪到他想通了为止。洪强对采竹林的众人说道。而听的此话，采竹林的众人真的是想哭的心都有了。可是除了这样，他们还能做什么？只能这样默默地跪着。主事大人，您实在太厉害了，想不到您深藏不露，连金银铜铁的主事人也都惧怕于您。哈哈，太好了，我倒是要看看，从今以后还有谁敢欺负我们。这一刻，少师兄等废竹林的弟子们欢呼起来，他们真是激动坏了。今日之前，他们无论如何都想不到，他们废竹林的主事人会这么厉害。但是现在，他们知道，自今日之后，废竹林将名扬落叶竹林，所有人都将知道废竹林的主事人是何其强大。自今日之后，将没有人敢小看废竹林，更没有人敢到废竹林内撒野，甚至将有着无数天才级弟子争着抢着加入废竹林，拜入洪强主事的门下。废竹林将不再是落叶竹林的废物之地，将要迎来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超越金银铜铁4座竹林，那是毋庸置疑的事，甚至能够成为与采竹林比肩的强大势力。而他们这些被人欺辱的废物们，也将咸鱼翻身，成为废竹林的师兄级存在，再也没有人敢对他们不敬。你们怎么还不滚？然而就在这时，洪强却是看向了以少师兄为首的众位废竹林弟子，眼神冰冷，毫无感情。而听得此话，那刚刚还欣喜若狂、兴奋不已的少师兄等废竹林的弟子们，则是瞬间傻眼了。